宇宙到底是从哪儿来的？它有没有终结的一天？以及今天我们要说的，它的外面到底是什么？要说宇宙之外，首先要说清什么是宇宙，定义不同，范围也不同，自然相对的外面也不尽相同。说到宇宙这个词，汉语中很多人知道那句上下四方曰宇，古往今来曰宙。上下四方指的就是我们所在的空间，古往今来很明显指代的就是时间，空间加时间组成的整个时空，就是通常我们所谓的宇宙。从这个角度来说，它对应的英文单词应该是 cosmos， 因为侧重点在结构体系方面。但是还有一个表示宇宙的单词，对于我们普通人来说更为常见，就是 universe。 和侧重结构的 cosmos 不同， universe 显得更抽象一些，通常表示世间万物所有的一切，有点全部的意思。所以如果从这个角度来说，因为它本就包含了所有的全部，因此逻辑上来说，宇宙没有外面一说，你再怎么套娃，我也能定义一个全局的概念。不过这种解释显然太无聊了，肯定无法满足你的好奇心，所以我们重点还是从结构角度来说。一说结构上的宇宙，我们首先想到的肯定是可观测宇宙。通常情况下，说到宇宙，基本都是指可观测宇宙。对于它，你可以理解成就是以我们为中心，向四面八方看去，所能看到的这部分宇宙。但实际上，这种说法并不准确。虽然叫可观测，但它并不能让我们随心所欲地去观测。这里面很大一部分区域，我们都只能看到它们过去的样子。我们知道，可观测宇宙半径大约是465亿光年。从光行时间来说，138亿岁的宇宙年龄似乎有点不合逻辑，但别忘了，宇宙可是一直在膨胀中。只要两处距离足够远，它们之间新空间出现的速度，甚至会使它俩以超光速远离彼此。不过宇宙膨胀带来的这种超光速，并不是真正的运动超光速，你可以认为它只是光走过的路程被拉长了，从而造成的一种视觉上的超光速。所以我们观测到的很多地方，比如那些高红移的类星体，它们目前正在以超光速远离我们。我们之所以还能看到它们的景象，那其实是它们很早很早以前，当时距离我们还比较近的时候的样子。而它们现在的样子，我们已经永远不可能看到了，因为此刻它们发出的光，即使以光速飞向我们，速度也比它们远离我们的速度慢得多。这部分信息对我们来说永远的丢失了。因此，对于可观测宇宙来说，它的外面显然和我们已经观测到的宇宙类似，只是因为距离太远，超过了目前的世界范围，我们看不到而已。不过，可观测宇宙之外的区域也不一定永远就看不到。抛开技术不谈，现在位于可观测宇宙边界之外的附近区域来说，随着时间的推移，它们发出的光子未来还是会到达地球。也就是说，我们的可观测宇宙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变大。到那时，理论上我们会看到一些以前无法看到的宇宙之外的景象。虽然理论上来说，未来我们可能看到更多的星系，但现实中越来越多的星系所发出光的波长会因为宇宙膨胀而被拉得越来越长，表现出来的就是它们的红移在变得越来越大，就像在不断的靠近黑洞的无限红移面一样，它们的景象会变得越来越红，越来越暗淡，直至从我们的视野中消失。虽然很多情况下人们都会用宇宙一词代替可观测宇宙，但是我们也说过，可观测宇宙可能只是我们所在的整个宇宙的很小很小一部分，甚至说整个宇宙可能拥有着无限大的空间。在该空间中，对于每一个观测者来说，它都有一个与之对应的可观测宇宙。因此这些可观测宇宙都属于同一个宇宙空间，所以它们都应该拥有着相同的物理定律。虽然物理定律相同，但对于每一个可观测宇宙来说，它们可能会有着不同的初始状态，比如物质的分布和后续的演化。这些将会决定哪些地方会出现星系，哪些恒星会拥有行星，哪些星球会出现生命，而哪些生命会发展出文明。这其实就是泰格马克所说的第一层平行宇宙。如果整个宇宙确实拥有无限的空间，那么从数学上来说，总有一个平行宇宙会和我们所处的宇宙一模一样。在那个宇宙中，也有一个和你一模一样的人正在看一模一样的视频。根据永恒暴胀理论的预测，你和另一个你之间的距离只有10的29次方米。这么近吗？概率有这么大吗？如果你是这个感觉，显然你对这个数字有多大并没有概念。这是1000万亿，一后面15个零，这是一谷歌尔，1万亿，后面100个零。据说谷歌的名字就来源于它，而这是10的29次方。没错，根本没法显示，因为一后面跟了10万亿个零。什么概念？即使是用一个像素来代表一个零的话，
那么也要用超过30亿台 8K 显示器才能显示完。现在知道为啥前提是无限空间了吧？怎么样？宇宙之外的广阔有没有超出你的想象？但这就完了吗？就算是包含了那个一模一样的你，以及每一个可观测宇宙在内的整个宇宙，那它也只是我们所位于的这个宇宙。而且根据永恒暴胀理论的预测，我们的宇宙仅仅只是更大空间中的一小块已经结束了暴胀的区域，而类似的区域或者说宇宙还有无数个。那些宇宙会是什么样？对他们来说还有外面吗？前面说到，在我们的可观测宇宙之外，是和我们这个宇宙差不多的地方，只是它们距离我们非常非常远，远到它们从一开始发出的光子的飞行速度就已经赶不上宇宙空间膨胀的速度了。而它前面的空间还在以指数级进行膨胀，所以它们的影像永远也传不到我们这儿来了。如果那些地方有外星人的话，不仅他们位于我们的可观测宇宙之外，同样对于他们来说，我们也位于他们的可观测宇宙之外。但是无论是人类还是那些外星人，大家其实仍然处于同一个宇宙空间之中，我们暂时就叫它本宇宙。很明显，本宇宙是一个远大于可观测宇宙的结构。前面说宇宙形状的时候说过，根据对可观测宇宙的曲率测量，如果本宇宙是个封闭的球形，那么接近零曲率的这个测量结果意味着可观测宇宙相较于本宇宙来说，就像脚下的这片平地相较于地球。那么本宇宙还有没有外面呢？它的外面会是什么样呢？不知道大家还记得暴胀理论吗？之前专门做过一期，作为传统大爆炸理论的 2.0 版，本暴胀理论重点解决了2个问题：一、为什么宇宙如此均匀；二、为什么宇宙如此平坦。暴胀理论解决这些问题的方法是，假定在宇宙诞生之初，宇宙经历了一次极其夸张的快速膨胀过程，从10的-36次方秒开始，只用了10的-33次方秒的时间，宇宙自身膨胀了10的26次方倍，也就是100亿倍，相当于是从一个原子瞬间膨胀到了一整个星系的规模。在这之后，暴胀就停止了，空间膨胀的速度迅速慢了下来，接下来各种基本粒子、原子以及背景辐射开始登场。其实这个时候才是我们所谓的大爆炸开始。换句话说，大爆炸其实并不是宇宙的开端，相反，它只是宇宙暴胀的结束。这就是为什么之前一直强调，大爆炸理论并不是描述宇宙诞生的理论，它只是描述宇宙是如何演化的理论。传统观点认为，起初的暴胀显然已经结束了，不然也不会演化出今天的宇宙万物。但是宇宙学家们通过对暴胀理论的进一步研究，认为这个所谓的暴胀似乎根本没有停止，而且也永远不会停止。这种理论认为，今天的本宇宙仅仅只是整个暴胀区域中那一小块已经停止暴胀的部分，而对于整个暴胀区域来说，它永远有正处于暴胀的地方，整体上也会永远的暴胀下去。这就是永恒暴胀理论。对于整个永恒暴胀区域来说，我们暂时叫它永恒暴胀宇宙吧。每当它里面有一份空间停止暴胀时，就会伴随出现另外2份继续暴胀的空间。而对于另外2份空间来说，每当其中有一个停止了暴胀，那么它则会再次产生2份额外的空间继续膨胀下去。如此一来，整个过程将无休无止。所以在我们和那些外星人所在的本宇宙之外，存在2种区域：一、仍然处于暴胀的区域；二、其他的已经停止暴胀的区域。暴胀中的空间由于仍未发生相变，内部仍然是暴胀场，充满了原始的暴胀物质，所以可以认为这里没有任何我们熟悉的东西。但是对于那些和本宇宙类似，同样也是停止了暴胀的空间，它们则可以认为是本宇宙的平行宇宙，这就是泰格马克所说的第2层平行宇宙。这些第2层平行宇宙和上次说的可观测宇宙之外的第1层平行宇宙相比，它们有什么区别呢？首先，第1层平行宇宙虽然距离我们很远，但是它们和我们仍处于同一个宇宙空间之中，也就是都在本宇宙中。虽然正常情况下我们无法抵达其他平行宇宙，不过如果考虑非正常手段，理论上我们仍然有到达的可能。我们知道第1层平行宇宙我们去不了，归根结底还是光速限制，就是说你无论如何也无法超光速运动。那如果我们突破了光速限制，原则上就可以到达其他平行宇宙。方法你可能已经想到了，比如曲速引擎或者虫洞。这类方式由于是通过空间压缩或折叠的方法，而不是真实的运动，所以可以不受相对论的制约。此外，如果你能让宇宙停止加速膨胀，不需要完全停止，只需要停止加速即可，那么就像蚂蚁和橡皮绳悖论那样，只要你有足够多的时间，你也可以到达目的地。但是如果你的目的地是第2层平行宇宙，那么这些方法将无能为力。
那些地方虽然和我们处于同一个永恒暴胀宇宙中，但是对于和我们本宇宙类似的这些子宇宙来说，它们之间由于隔着暴胀区域，可以认为距离是无限远的。这些子宇宙就像是一个个孤岛，它们之间永远无法互通。除了能不能到达的问题，这两层平行宇宙还有个很大的区别，就是样貌。第一层平行宇宙除了有着和我们相同的物理定律外，它们的物理常数也和我们一样，唯一的不同仅仅是物质的分布这些初始条件。但是对于第二层平行宇宙来说，它们虽然也有着和我们一样的基本物理定律，但是它们经历了不同的相变，可能有着完全不同的物理常数，比如暗能量的占比不同，四大基本力的强度不同，基本粒子的质量也和我们的世界不同等等。这些物理常数不仅决定了每个子宇宙的样貌，同时它们也决定着这些子宇宙的命运。这些常数哪怕只是微调一点点，都将让宇宙的样貌天翻地覆。很多子宇宙因为这些系统设置问题，甚至根本无法通过大爆炸形成稳定的空间和物质。这些子宇宙中的绝大部分都会因为爆得不够好而惨遭淘汰。反观我们的宇宙，各种参数设置得恰到好处，这才让我们的宇宙诞生了世间万物以及今天的文明。至于这究竟是一种人则原理的巧合，还是某种力量的有意为之，这个问题显然已经超出了科学范畴。无论是第一层平行宇宙还是第二层平行宇宙，平行宇宙作为暴胀理论的预言，它本身只是一种实体，而非科学理论。而且科学理论的特点是可证伪，显然平行宇宙这种东西现实中也无法去检验。但是作为一种预言，如果我们能够对提出它的暴胀理论做出检验的话，某种层面上来说，这也是对平行宇宙真实性的一种检验。像爱因斯坦的广义相对论，它不仅预言了光线弯曲、引力周曼效应、水星近日点进动误差这类问题，此外还进一步提出了黑洞、引力波这些在当时看来完全不着调的东西。可是随着广义相对论的预言被一个个的验证，原本那些看似不着调的东西，越来越多的人开始相信它们或许真的存在。最后结果我们也都看到了，今天的事件世界、望远镜和激光干涉引力波天文台都用足够有力的证据证实了黑洞和引力波确实真的存在。耐人寻味的是，永恒暴胀理论恰恰也与目前所有的观测证据都吻合。这是否意味着，如果永恒暴胀理论是正确的话，那么前面说的第一层和第二层平行宇宙或许也会真的存在呢？其实除了暴胀理论预言的前两层平行宇宙外，泰格马克还提出了第三层和第四层平行宇宙。鉴于这两层平行宇宙已经脱离了结构上的宇宙，所以这里就先不讨论了。今天说的这个永恒暴胀宇宙似乎已经是结构上的最大宇宙了。可是转念一想，如果它没有外面的话，那当初的暴胀又是咋发生的呢？而暴胀之前又是什么呢？下期我们就来聊聊宇宙诞生前的那些事儿。这里是小哥睡前科普，晚安。